关于鸽子性别的区分，是我们新手朋友们最关心的，也是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。尽管我以前有好几篇视频说过，但是朋友们呢，还是说分不清。有的说你介绍的方法，我还是分不出来；也有的说你介绍的方法不对；有的说鼻瘤大的也有母鸽子，也有的说嘴尖的也有雄鸽子。我以前就说过，几种方法可以区分：一个额头宽大，鼻瘤大这个颈子僵硬，这里呢，这耻骨紧凑的多为雄鸽，相反的为雌鸽。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说呢，你这方法是100%的准确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只看哪一项是不准确的。看鸽子的雌雄性别，应该要综合来看，你不能只看一方面，那样就看不出来。还有一个，不管什么人，你就养了一辈子的鸽子，你也不可能说每一只鸽子你只要看照片你就能分出来雌雄分不出来。有些朋友很远的拍一张照片，你帮我看一下这是雄还是雌，那样看出来的也只是个大概也不准确。除非你自己养的，就是我们看鸽子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不相信呢，我现在这里有几只鸽子，我给朋友们看一看，朋友们看一下也猜一下究竟它是雄还是雌。你们看一看看一看它的头型，它的笔形以及它的身材。朋友们你们看一下，这只鸽子是雌还是雄？那这只鸽子朋友们你们看一下，是雌还是雄？朋友们再看一下我这一鸽子是雌还是雄？朋友们看一下我这一只鸽子是雄鸽还是雌鸽？你看它的头型你看它的身材，你看它的长相。朋友们，这只鸽子你们看好了，是雄鸽还是雌鸽？那我近距离的再给朋友们看一下朋友们，我刚才展示的几羽鸽子，朋友们可以猜一猜，你能全部准确的判断它们的性别吗？全部猜中了有奖。朋友们你们好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，就是当你买回一只鸽子的时候，一查那个鸽子的信息，却发现这一只鸽子同时拥有3到4位鸽主，这时候你是不是头大了？我经常接到朋友们的咨询，就是问我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鸽子明明是我花钱买的，也有的是花高价买的，到底这一只鸽子是谁的呢？朋友们都知道，同一个环号，一个足环只能戴在一只鸽子的脚上，同时出现好几个鸽主，这个呢中间就有蹊跷了。你如果是正规的中鸽席发售的足环号，那也只有一个。昨天一位朋友还在问我，他说我买了一只鸽子，高价买的，他把足环号发给我了，我一查，的确是3、4个鸽主。我查了一下呢，还在同一时间段，这只鸽子打个比方说，在山东在比赛，那一只鸽子还在人家工棚在比赛，李逵只有一个，其他的都是李鬼。我本人也遇到这样的尴尬。那这只鸽子是我的，我的参赛鸽，今年春天飞的，反正飞得还可以。这只鸽子明明在我家同环号的一只鸽子，一模一样的同环号的一只鸽子，却在某一个工棚在比赛。那个鸽主还是非常牛逼的一个人物，名声比我大。按照道理说，他不可能去复制别人的环。你要是鸽贩子复制别人的环号去卖鸽子，那是很有可能。他不可能去复制我的环号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名气比我大，在工棚全国很多工棚获奖。那现在只有一个可能，
我们的信鸽协会或者是俱乐部在卖4环，不是他的环号，是买的是4环，就是我的环号不正规。只有一种可能，有的俱乐部和协会，他为了多赚钱，他的环不是从中革新那里拿的，是从私人那里进一部分环。那么这一部分环与中革新的环号肯定有雷同的，因为我的环号也是从信鸽协会和俱乐部买的，我也有租环证，这个中间就有一个诚信问题，也就是我们的信鸽协会和俱乐部是不是贪图便宜，从中牟利，进了4环？朋友们，对于这件事的看法，你们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吗？你们好，最近这连续几天，有好几位朋友呢在问我，他说我的老鸽子出的小鸽子怎么孵化出来就死了？就昨天晚上还有2位朋友在问，一位朋友在问呢，说他的小鸽子出来几天就死了，还有一位朋友说呢，他的小鸽子出了7、8天了也死了。我就向他们询问了一下这个情况，我问他们是笼养的还是放养的，他们2人都说是笼养的。笼养的鸽子，小鸽子出壳几天以后死亡，首先与种鸽配对前有没有做清理也是有直接的关系啊。通过我向他们了解情况以后，与老鸽子配对前没有做清理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那是什么关系呢？与他们的粮食有关系。第一位朋友说他喂的就是玉米，没有其他的东西啊，单一的就一种玉米，那就是水，关在笼里，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，保健沙呀什么其他的什么没有啊。朋友们听好了，就一种玉米。第2位朋友说他喂的是什么呢？玉米加高粱，放了一点高粱，以玉米为主。我问他有没有其他东西，他说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那就是清水。我当时给他的答复是，小鸽子死了是正常的，如果小鸽子不死就不正常了。朋友们可以想一想啊，笼养的鸽子你只喂一种玉米，小鸽子吃什么？朋友们看，你看我这个小鸽子出了这几天啊，你看肚子里面是软的，全软的啊，这个还没有1个礼拜，还没有颗粒饲料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大花鸽子出的。上一次呢，我就为这个事情发了一个视频，当然引起很多争议，有的说我在胡说八道，我家的鸽子全喂玉米长得很好，也有的说我70年代就养鸽子，那时候我就喂玉米小麦，它也长得很好。但是朋友们别忘了，一个是笼养，一个是放养，是截然不同的。小鸽子出生以后，老鸽子第一时间喂它的是鸽乳，你全部吃的是玉米，即使老鸽子分泌出一点点鸽乳，根本不够小鸽子吃的。你们同意也好，喷我也好，我还是这么说，就吃一样玉米，关在笼里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，你是养不出来鸽子的，必死无疑。有一位朋友呢，观察的就很仔细，说他的小鸽子7、8天死了，他观察的就很仔细。他说每次我下班回来，看到这个小鸽子，素囊都是别的，老鸽子就像没有喂它吃一样，素子都是别的啊。他也知道，他说肯定是饿死的。他说我给了玉米，老鸽子怎么不喂它吃？小鸽子在前7天全部吃的是母乳，7天以后才吃小颗粒的饲料。那位朋友就跟我说了，你给个建议，以后我怎样才能孵出小鸽子？我给的建议是：第一，充足的供应保健沙；第二，粮食要多样化，在整个孵蛋13天左右，你就要给它加高蛋白的粮食，让老鸽子分泌出足够的鸽乳，那样小鸽子出壳以后才有的吃。今天呢，我就朋友们提问的，他家的小鸽子怎么出壳了，养不活说一下我个人的见解。有不同意见的可以说也可以喷，
朋友们，再见。